这是悬疑神剧《大侦探波洛》系列中的又一起短小精悍的谜案。凶手使用了一个简单至极的诡计，不仅轻松杀死了受害人，也伪造出了自己的不在场证明。而大侦探波洛则是通过一盘美味的食物，找到了凶手的破绽，从而推理出了案件的真相。本期节目，天成继续给大家更新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悬疑集。今天要讲的故事叫《24只黑化梅》。故事开始于一个周六的晚上，酷爱美食的大侦探波洛和自己的私人牙医一起来到一家老牌餐厅共进晚餐。餐厅里健谈的女服务员刚好跟牙医认识，因而他忍不住跟波洛和牙医八卦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来在波洛和牙医座位的不远处，端坐着一位头戴帽子、身穿深褐色大衣、留着满头银发的白胡子大爷正在用餐。据女服务员介绍，白胡子大爷是当地有名的画家，名叫白爷。白爷也是这家老牌餐厅的熟客，10多年来，他都是每周3和周6的晚上来到餐厅吃饭，并且每次吃的都比较清淡。但奇怪的是，本周1的晚上，白爷突然也来到餐厅用餐，还点了一桌荤菜。虽然周3晚上他再次来到餐厅时又恢复了往常的食谱，可就在刚才，对方又一反常态地改变了饮食习惯，点了非常油腻的牛腰子和甜腻的黑莓派。牙医在听完女服务员的八卦后，觉得莫名其妙。一个人偶尔换换用餐的口味，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说不定白爷是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想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但深谙美食之道的波洛却认为，白爷突然改变自己维持了10几年的饮食习惯，确实是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而且试想一下，有哪一位医生会建议老人吃一些又油又甜还难以消化的食物呢？当然，作为餐桌上的八卦谈资，波洛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然而，他的死神体质却再次展现了魔力。3天后的上午，波洛无意中得知了画家白爷死亡的消息，死因是从自家楼梯上摔落后，没能得到及时救治。死亡时间是上周6的晚上，刚好就是波洛和牙医在餐厅偶遇白爷的当天。换句话说，白爷在餐厅吃完牛腰子和黑莓派后不久就摔死在了家里。由于白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加上其性格孤僻，不爱与人交往，因而直到今天早上，他的尸体才被人发现。当时有几位邻居发现，最近3天送奶工送到门口的鲜奶，白爷一直都没有取走。邻居们担心老人家出事，这才找来锁匠打开了白爷家的门锁查看，结果就见到白爷早就死在了家里。由于屋内没有任何外人闯入的痕迹，警方在勘察现场后认定白爷是自己失足坠楼摔死，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普通的意外事故。但波洛在联想起白爷死前突然改变饮食习惯的反常行为后，直觉认为这起案件并不简单。加上最近实在没什么有趣的案子可查，所以波洛自备干粮，拉着自己的助手兼好友黑斯廷斯上尉，一起走访了白爷的几个邻居。两人从邻居口中得知，白爷生前性格非常孤僻，经常独来独往，因而邻居们对他也不甚了解。上周6傍晚时分，一位邻居在街上碰到白爷，想要跟他打招呼，没想到白爷理都没理这位邻居，显得极为高傲和冷漠。除此之外，邻居们还向波洛提供了一条比较有用的线索。白爷是一位资深画家，对方在作画时有一名专用女模特，而这名女模特就住在附近。波洛和黑斯廷斯立即找到女模特询问情况。女模特也是刚刚获知白爷死亡的消息，她告诉波洛，自己跟白爷只有一些工作上的往来，两人其实并不熟悉，他对白爷的私生活更是知之甚少，只知道白爷性格之所以古怪孤僻，好像跟他的双胞胎哥哥有关。至于具体原因，波洛可以去询问白爷的经纪人老钱。老钱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白爷的人了。在问询完女模特后，波洛和黑斯廷斯并没有急于去找老钱，而是先来到了警局，想要仔细问问警方的具体调查结果。负责办理此案的刚好是波洛的好友贾普探长。贾普见波洛自备干粮查案，忍不住又出言讽刺了几句。在他看来，这起案件没什么可疑之处。首先，白爷的家里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门窗更没有被人撬过，完全可以排除匪徒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其次，白爷的社会关系简单至极，平时基本不与人交往。如果对方是遭熟人杀害，警方恐怕都圈不出犯罪嫌疑人。再次，白爷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法医能够证明死者确系从楼梯摔落致死。根据尸体胃里的食物消化程度来看，白爷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上周6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因为当晚7点钟左右，很多人看到白爷在餐厅用餐，目击证人中就包括波洛本人。此外，警方在白爷的口袋里还找到了一只信封，
邮戳上的时间表明，这封信是在周六下午4点30分投递到了白爷家门口的邮箱。贾普据此推测，白爷应该是在晚上临睡前想起来前往门口取信，结果在取完信返回位于楼上的卧室时，不慎在楼梯上一脚踩空，意外摔死。波洛仔细查看了白爷口袋里发现的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画展的邀请函，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随后他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白爷的尸体，包括头发、眼睛、牙齿、鼻子等部位。检查完之后，波洛总觉得白爷的尸体看上去有些蹊跷，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波洛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第二天，他决定带着黑斯廷斯去一趟邀请函上提到的画展看看再说。让波洛颇为惊喜的是，筹办画展的人正是白爷的经纪人老钱。白爷的女模特声称，老钱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白爷的人。波洛原本打算看完画展后就去找老钱问询，没想到在画展上与对方不期而遇。原来老钱除了帮白爷卖画之外，还经营着一家画廊，经常帮当地的一些画家办画展。他向波洛提供了2条重要线索。第一，白爷生前有一个怪癖，那就是从不出售自己的油画，对方平时只卖一些不值钱的素描来维持日常生计。不过在心情好的时候，白爷也会将自己的油画无偿赠送给一些人，这些受赠者大多都是为社会做过贡献的人，跟白爷并不相熟，并且他们在接受油画时还要签署一个协议，承诺在白爷活着的时候绝不将这些油画拿出来售卖。由于白爷的这个怪癖，他的油画在市面上千金难求，这就意味着手里持有白爷油画的受赠者都有可能谋杀白爷，因为只要白爷一死，他们手里的油画就能立即变成巨款。但波洛总觉得这样的谋杀动机不能成立，接受了白爷的捐赠还要反过来弄死白爷，世界会有这么无耻的人吗？在波洛看来，老钱提供的第2条线索更有价值。据他所言，白爷在年轻的时候曾对一位金发美女爱得死去活来，谁知这名女子后来嫁给了白爷的双胞胎弟弟白二爷，成了白爷的弟媳妇。白爷因此深受情伤，跟弟弟断绝了来往，性格也从此变得古怪孤僻。由于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白爷死后他的遗产只有2名合法继承人，一名是他的胞弟白二爷，另一位是他的外甥乔治。乔治是白氏兄弟已故姐姐的儿子，他跟白爷偶尔还有联系。如果白爷不是意外身亡，那么他的双胞胎弟弟白二爷和外甥乔治显然也有作案嫌疑。在听完老钱的一番话后，波洛思索片刻，决定跟着感觉走，先不管那些接受白爷捐赠油画的人，而是重点调查一下白二爷和乔治。不料老钱根本不知道白二爷的近况，更不晓得对方住在哪里，他的手里只有乔治的工作地址，对方目前在一家剧院担任经理。无奈之下，波洛只好准备先找乔治问问情况。这时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全程划水的黑斯廷斯上尉顿觉腹中饥饿，想先找一家餐馆点一杯奶茶和几个黑莓派爽一爽再说。黑斯廷斯的这个提议猛然提醒了波洛，他突然想起了一首童谣，其中有2句：24只黑画眉被放在派里烤。这句歌词提到的黑画眉并不是指画眉鸟，而是指黑莓。整句歌词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又甜又腻又爽的黑莓派。想到这里，波洛恍然大悟，他在检查白爷的尸体时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现在终于想通了。上周六晚上，波洛曾亲眼看到白爷在餐厅里吃了牛腰子和黑莓派，而黑莓派上的黑莓是一种色彩鲜艳的浆果，人在吃完黑莓后，牙齿上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染色层，一时半会儿很难清除，即便是立即刷牙也不能完全清理干净。但波洛在检查白爷尸体时，发现对方的牙齿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染色的迹象。不是死前刚刚吃完黑莓派吗？牙齿怎么会如此干净呢？当时可没有什么强效去渍的牙膏。波洛据此推测，白爷并不是死于晚餐后的2-3个小时内，而应该是死于当日午餐后的2-3个小时内。也就是说，案发当晚，波洛和牙医在餐厅遇见的白爷根本不是真的白爷，而是由凶手假扮。凶手在上周一，也就是案发前几天，也假扮白爷去过一次餐厅。对方这么做的目的，恐怕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装扮会不会被别人认出来。这就解释了白爷为何突然会改变自己10几年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此外，邻居在街上碰到的白爷肯定也是凶手假扮。凶手之所以对邻居爱答不理，显然是担心自己穿帮。上周六下午，凶手在杀死白爷后，又在晚上7点钟假扮成白爷到餐厅用餐，从而伪造了白爷的死亡时间。一般而言，凶手伪造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率是为了伪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凶手的身份已然十分明显。这个世界上能够惟妙惟肖地假扮白爷的人，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白爷的双胞胎弟弟白二爷。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推理，在用完午餐后，波洛就带着黑斯廷斯立即赶到剧院，准备向乔治打听白二爷的住址。谁知剧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波洛，乔治目前不在剧院，对方正在外地操办舅舅的葬礼，而这个舅舅并不是白爷，而是白爷的双胞胎弟弟白二爷。没错，嫌疑人白二爷也死了。波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眉头紧皱，自己刚才一番牛皮哄哄的推理，现在来看可能完全搞错了。黑斯廷斯建议波洛回头去调查接受白爷捐赠油画的那波人，但波洛还是有些不甘心。他随后从剧院工作人员手里要到了白二爷的家庭住址，然后带着黑斯廷斯直奔白二爷家里，并在这里见到了正在操办葬礼的乔治以及白二爷的女管家兰姨。乔治是一位留着一头金发的中年人，看上去比较面善。波洛对乔治进行了简单的问询，得知案发当晚9点到10点之间，乔治正在跟一帮朋友打牌。在问完乔治后，波洛又单独找到兰姨，向其了解白二爷的死亡情况。据兰姨交代，早在上周一时，多年缠绵病榻的白二爷病情就突然加重，到了上周五下午1点钟，对方还是没扛住，最终因病离世。由于白二爷的妻子早亡，夫妇俩也没有子女，兰姨周一那天就给白爷和乔治打去了电话，让两人回来看看病重的白二爷，但白爷至今仍在记恨弟弟的横刀夺爱，根本不愿回来。乔治当时也以工作很忙为由，没有及时赶过来，直到2天后，也就是本周日，乔治才过来开始给二舅办理葬礼事宜。说完，兰姨还一脸委屈地向波洛抱怨，声称自己照顾了白二爷一辈子，最后什么也没捞到。原来白二爷死得比较突然，没来得及留下遗嘱，加上他的胞兄白爷现在也死了，因而乔治成了白二爷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而乔治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分给兰姨1分钱遗产。在跟兰姨聊完之后，波洛终于大致搞清楚了案件的真相，但他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来指认真凶。无奈之下，波洛只好回到先前吃饭的餐厅周边寻找目击证人，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一名目标人物。此人是餐厅附近一所公厕的管理员。这位老兄此时正戴着一顶看上去很眼熟的帽子。据他回忆，案发当晚，一名中年男子曾将一顶帽子、一件褐色大衣以及一撮银色的假发和白色的假胡须扔进了厕所的垃圾桶里。管理员随后将帽子和大衣捡回自用，他现在头上戴着的就是中年男子丢弃的那顶帽子。说着，管理员又拿出褐色大衣交给波洛查看。波洛很快在上面发现了一根银色假发和一根金色短发，他立即从管理员手里买下帽子和大衣，然后叫上黑斯廷斯和贾普探长一起来到乔治工作的剧院，并当着乔治和众人的面说出了自己对案件的推理。白二爷在上周五就已经过世，那么上周六晚上在餐厅假扮白爷的人显然不是白二爷，而是两人的外甥乔治。波洛在第一次见到乔治时就发现这家伙看上去比较面善，面善的意思其实就是面熟，因为外甥多像舅，乔治和白爷长得十分相似。白二爷病重垂危时，兰姨第一时间给乔治打去了电话，乔治这才得知白二爷在世上只剩下了2个亲人，一个是自己，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大舅白爷。如果白爷也因故去世，那么他就成了2位舅舅遗产的共同且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想到这里，乔治一阵欣喜若狂，随后就决定弄死自己的大舅。为此，他还费了点心思，设计了一个死亡时间的谜局，给自己制造了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天下午，乔治先跑到白爷家里，将其推下楼梯摔死，并将现场伪造成失足坠楼的假象，最后还在白爷的口袋里放了一只信封，让人误以为白爷是在取信时不小心摔下楼。杀完人后，乔治又装扮成白爷的样子，故意跑到餐厅吃晚餐，伪造出了白爷周六晚上7点还活着的表象。用完餐后，乔治急忙跑到公厕，扔掉了帽子、大衣等物件，然后直奔朋友的牌局。如此一来，参与打牌的人就都成了他的时间证人。只是乔治万万没想到，他扔掉的帽子和大衣被公厕管理员捡了回去，从而留下了致命的证据。当然，乔治真正愚蠢的地方，并不是在杀完人后留下了破绽，而是他根本就不该杀人。因为白爷也已垂垂老矣，乔治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安然地等到白爷自然死亡，就能完全继承白爷和白二爷的全部遗产。面对波洛的推理和控诉，以及如山的铁证，乔治不仅无力辩驳，而且顿觉自己是个傻叉。而等待他的，要么是冰冷的铁窗，要么是严酷的绞索。
跟我们上一期讲解的《约翰历险记》一样，24只黑化酶也是大侦探波洛系列中相对比较简单的案件，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此外，为了重新激发小伙伴们对我们悬疑 movie 的热情，天成最近会给大家带来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中的一桩奇案，极为曲折烧脑，不容错过哦。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悬疑推理和犯罪影视剧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加关注，下期见喽。